元朗有個屋苑行大約8分鐘就可以去到元朗站。呢個屋苑去港鐵站唔算遠，而地理上嘅其中一個缺點就係沿路冇瓦遮頭，落雨天又或者比較熱嘅時候，出入可能會比較辛苦。但樓價就比 YOHO 系列低大約1至2成，而且發展商都係新地，喺大約25年前同新世界合作發展推出，喺2002年入伙，樓齡只係比 YOHO Town 大2年。如果大家要揾元朗站附近嘅上車盤，又會唔會考慮彩業庭呢？大家睇完片之後都可以留言分享，講下你嘅睇法，同埋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提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28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。位於元朗舊墟路33號嘅彩業庭，一共有14座，提供1618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460至699尺，戶型涵蓋2房同3房。當中2房單位佔全盤大約75%，係屬於屋苑主打戶型，而2房戶亦都再細分2款，供應比較多，係面積比較細，大約460尺嘅2房戶，佔全盤供應大約一半，亦會係今集睇樓會參觀嘅戶型。另一款2房面積就大約係509尺，至於3房單位面積就由大約617至690幾尺。不過喺景觀方面，屋苑比較開揚嘅方位，反而主要係集中喺2房戶，其中13至16座向北嘅單位，越過前面4層高嘅過渡性房屋項目同心村，可以遠望南生圍同米埔一帶。不過準買家要留意，呢個方向嘅景觀未來未必完全冇變數，因為同心村所在嘅用地係屬於新鴻基地產，象徵式以1蚊借出嘅農地。項目預計會營運到去2028年第3季，咁之後過渡性房屋會唔會延續落去，定係發展商會收返土地再申請改造其他用途，咁暫時都係未知之數。另外第1、5、6同埋16座向東邊嘅單位，越過前面嘅村屋，可以望到翠綠嘅山景。咁至於其餘座數同埋座向，景觀普遍就係以區內工廈、樓景，又或者係屋苑內園景為主。回顧項目喺2001年開售嘅時候，當時樓市受負資產問題困擾，樓價持續下跌，所以發展商採取低價策略，首批平均建築尺價只係2200幾蚊，當年唔使100萬就已經可以入市，而首批就先以內部認購形式推出100伙，平均尺價係2400幾蚊，咁喺開售頭2個鐘就沽清，成為當年嘅市場焦點。不過時至今日，隨住元朗市中心陸續有更多新盤同埋大型屋苑落成，加上彩業庭本身唔係直接連住商場同埋元朗站，市場焦點自然慢慢被分散。至於步程上，彩業庭同元朗站嘅距離其實同部分嘅 YOHO 屋苑相差唔算太遠，最大分別係彩業庭去元朗站就唔經商場，路程就要日曬雨淋。如果作為對比嘅話，彩業庭就同 YOHO Town 嘅距離咧有啲相似，而 YOHO Town 嘅話咧，佢可以經商場去到元朗站，所以相對嚟講嘅話，彩業庭嘅尺價咧都會平啲嘅。如果計翻腳程嘅話咧，咁彩業庭行去元朗站只需要8分鐘嘅啫，但係 YOHO Town 咧，由於佢可能要入商場啦，經商場再行過去嘅話咧，其實都係大概10分鐘至15分鐘度。都正因為咁，彩業庭現時喺元朗站附近一帶嘅屋苑之中，尺價大致係屬於中低水平。近期二手平均尺價大約係12700幾蚊。如果對比同樣係由新地發展嘅 YOHO 系列，樓價普遍係平大約1至2成。其中同彩業庭樓齡最接近嘅 YOHO Town，平均尺價係高大約2成1。至於尺價最貼近彩業庭嘅，就係樓齡比佢大接近10年嘅新元朗中心。而今集參觀嘅彩業庭放盤單位就係2座低層 D 室，實用面積460尺，係屬於2房間隔。現時業主叫價580萬，尺價係12600幾蚊。呢個單位所在嘅第2座，連同旁邊嘅第3座，係位於成個屋苑嘅中間位，景觀主要望樓景同內園景。入屋之後，會先經過一段長大約2.3米嘅玄關，之後就係客飯廳。客飯兩廳間隔分明，客廳面積大約70尺。如果梳化係靠玄關旁邊嘅牆身擺嘅話，整體感覺就會比較舒適。如果擺去另一邊，視線就會比較直接望到鄰居嘅單位，視野度就會差啲。
咁行完成個單位咧，我覺得最大優點就係呢間屋咧有好多窗啊。咁即使單位係望樓為主啦，咁但係咧採光同通風都唔錯。咁例如客廳呢一度咧，已經有3道大細唔同嘅窗，而多窗嘅格局都方便戶主按唔同天氣去調節通風。咁而去到飯廳呢一邊啦，都有2道嘅對流窗可以通風。飯廳面積大約40尺，有足夠空間可以擺到4人餐台。走廊連接2間睡房同埋浴室，盡頭就係主人房。呢度靠東邊，同前面嘅樓景都相當接近。優勢在於設有面向北邊嘅轉角窗，呢一邊同對面嘅樓景有更闊嘅屋苑內園景做緩衝，可以減少壓迫感，同時提升單位採光。主人房面積有大約70尺，咁估計擺咗雙人床之後都有條件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估計咧床頭可以擺喺嗰一邊，而床尾就喺呢一邊。咁原因咧就係要預留翻通道去出入房門，同埋都可以避免床頭板會擋到呢一隻嘅採光窗。另一間細房面積大約60尺，開即視正，家私比較容易擺位，同樣設有轉角窗，大窗望東邊嘅樓景，細窗就係望向北邊。咁細房呢一度咧，因為有大窗台啦，咁所以如果想擺張雙人床嘅話，都可以善用埋窗台呢個空間，咁將張床咧搭埋上去。咁剩餘嘅空間啦，咁都有條件咧可以擺到衣櫃同埋梳妝台。至於細房對面嘅浴室設有浴缸，係有窗嘅名次，通風會比較好。而洗手台下方都有充足嘅收納空間。最後睇埋廚房，位置就喺大門旁邊。咁雖然整體感覺有啲年代感，可以見到單位都已經住咗一段幾長嘅時間，咁但係以樓齡嚟講，保養其實都算唔錯。呢度廚房係一個好方正嘅開則啦，咁仲係咧用緊發展商一手嘅原裝佈局嚟㗎。咁見到咧工作台面係擺咗喺廚房嘅左右兩邊啦，咁呢一邊咧就有2個明火嘅煮食爐頭，而呢一邊咧就有雙星盤。縱觀成個單位，留意到業主喺放售之前都有簡單翻新過，例如牆身又重新油過油。不過放盤單位所在嘅呢一處係屬於屋苑景觀冇咁好嘅類別，同隔離座嘅樓景都比較接近，加上單位都有唔少歲月嘅痕跡，即使預計新買家會重新裝修，但係觀感上都扣咗啲分。至於叫價，如果參考近期成交嘅話，都算貼近市價。例如彩葉亭16座中低層 H 室，實用面積同放盤一樣，都係460尺，而且同樣都係望樓景。喺今年7月以585萬成交，尺價係12700幾蚊，價錢同放盤叫價差唔多。不過如果再睇銀行估價嘅話，準買家就要特別留意，現時匯豐、花旗、渣打估價分別都係491萬，比業主叫價低大約15%。至於28 House 估價就係499萬，都比業主叫價低大約14%。假設新買家以業主叫價580萬入市，都有機會面臨估價不足嘅情況。不過都假設新買家最終真係以580萬入市，並且成功借足90%按揭，而還款期30年計，首期大約係58萬，連埋雜費之後，首筆開支大約係71萬。月供23200幾蚊，月入需要46000幾蚊，通過壓力測試。如果再同區其他屋苑比較，主要可以參考 YOHO Town，因為佢同彩葉亭嘅樓齡差唔多，同時佢喺 YOHO 系列之中，距離元朗站嘅步程算係比較遠。彩葉亭嘅開則咧，佢相對會比較大少少，由460尺至到500零尺都係屬於2房嘅。咁但係 YOHO Town 1期咧，咁佢最細去到393尺，去到460尺都係屬於2房間隔，相對開則比較細啲啦。如果參考實際成交，YOHO Town 今年6月底錄得一宗2房成交，單位係5座低層 G 室，實用面積393尺，成交價613萬，尺價係15500幾蚊。相比今集嘅彩葉亭放盤，面積係細近70尺，而成交樓價反而係高出大約5.7%。如果買家揾樓目標只係集中睇2房戶嘅話，彩葉亭嘅優勢都比較明顯，因為屋苑2房單位面積普遍比較大，而價錢都相對低。咁對於預算有限嘅家庭客嚟講，會比較容易入手。尤其近月樓價回升，
放眼元朗站一帶嘅大型屋苑，由舊年年初樓價低位至今嘅二手平均尺價水平都上升超過20%。咁雖然今集參觀嘅彩業庭上升幅度都達到33%，咁但係礙於地理限制，尺價依然係比其他屋苑低一截。至於租務方面，參考28House App資料，彩業庭嘅平均成交尺租大約係32蚊，平均租務回報率大約係3.3%，整體租金水平都比 YOHO 系列略低，但回報率就差唔多。不過彩業庭喺地理以外嘅另一個缺點就係戶型選擇唔多，相比之下 YOHO 系列由300幾尺嘅一房到過千尺嘅4房基本都有供應，但彩業庭就只有中等尺寸嘅2房同埋3房單位。另外，代理透露唔少外區客去元朗站一帶揾盤嘅時候，通常會因為知名度會先睇 YOHO 系列，變相彩業庭交投一直都唔算旺盛，近期平均每個月只有大約2宗至5宗成交。而彩業庭以外，另一個去元朗站都算方便嘅選擇就係彩業庭旁邊嘅上豪庭，都係屬於新鴻基嘅項目，樓齡大約只係14年。佢近月嘅平均尺價大約只係11000蚊，比起彩業庭仲要低大約13%。而上豪庭上個月最新嘅2房戶成交就係位於一座高層 A 室，實用面積515尺，成交價565萬，尺價係10900幾蚊。不過由於呢個屋苑整體伙數比較少，全盤只有300幾伙，二手放盤量都唔多，有興趣嘅準買家都要花啲時間觀望一下有冇適合嘅放盤。最後再補充翻啲彩業庭嘅配套資料，項目設有會所同埋泳池，住客車位一共有400個，平均每4戶分1個車位。管理費方面，以實用面積計嘅話，每尺大約係2個6。而交通方面，喺彩業庭嘅屋苑出邊啦，就有611號小巴可以接載居民去港鐵元朗站，另外仲有611P 小巴可以接載居民去朗屏一帶。至於日常購物，居民最主要都係依賴 YOHO Mall，商場入面都齊備各類餐廳，並且有超市同埋戲院。整體嚟講，我自己覺得彩業庭算係元朗站一帶一個旺中帶靜嘅選擇。尤其如果目標係揾2房戶嘅話，如果願意用大約8分鐘嘅露天步程換取比 YOHO 系列低一截嘅樓價，其實都有相當嘅吸引力。大家睇完片有啲咩諗法咧，都可以歡迎留言講下，都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，同埋都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噶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